我們現在刷到的新聞看起來都挺嚇人的，戰爭、衝突、制裁、危機，好像世界隨時要出大事。但是呀，说實話，真正接近人類一起完蛋的时刻其實非常的少。可是在1983年的一個深夜，前蘇聯的一套預警系統突然發出警報，屏幕上顯示美國的核導彈已經發射，正在飛來。那坐在那套系統前面的不是總統，不是將軍，而是一個普通軍官。按照規定呢，他只需要上報，接下來發生什麼就不歸他管了。但是那天晚上他沒有按流程走，因為他覺得這次警報很可能是假的。這個人就叫做斯坦尼斯拉夫·彼得羅夫，他不是英雄式人物，不是傳奇將領，不是戰略大師，他只是前蘇聯防空部隊裡的一名中校。日常工作說白了就是坐在地下指揮室裡盯着一套核預警系統。這個系統的功能很簡單，但是也很恐怖，那就是負責判斷美國有沒有向蘇聯發射核導彈。如果系統顯示有導彈來襲，他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決定，是把這條信息當成真實的攻擊上報，還是當成誤報給攔下來。這聽起來像是技術崗位吧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這個崗位的每一次判斷都有可能改變整個人類文明的走向。那時間回到1983年，冷戰還沒有結束，美蘇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已經到了高度互不信任的程度。美國在歐洲部署新型中程導彈，蘇聯認為這是在為核打擊鋪路，而蘇聯加強軍事戒備，美國認為這是在準備戰爭。雙方天天互相放狠話，軍事演習一輪接着一輪，情報機構不斷向上遞交最壞情況的評估。當時有一種非常普遍的心理，如果真的要打核戰爭，對方很可能會先動手。也就是說，整個國際環境本身就處在一種隨時可能出事兒的氛圍裡。在這種背景下呢，蘇聯上線了一套新的衛星核預警系統，邏輯很簡單，只要美國一發射洲際導彈，導彈的尾焰會產生強烈的紅外信號，衛星在太空中第一時間就能捕捉到，就能為蘇聯爭取幾分鐘反應時間。而問題在於，這套系統非常的新。那新系統意味着什麼呢？就意味着它在理論上很先進，但在現實當中還沒有經歷過足夠多複雜場景的驗證。可即便如此，它已經被放進了實戰值班裡。而更要命的是，當時双方的核戰略早就不再是慢慢談、慢慢判斷的邏輯，而是建立在一種極端殘酷的前提之上，那就是誰反應慢，誰就會被滅國。而有關洲際導彈，從發射到命中大概是30分鐘左右，如果等到核彈真正落地再確認，那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。所以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盡早發現、盡早反擊上面。這套邏輯聽起來很理性，但是實際上它把整個人類的生死壓縮進了一個極短的時間窗口裡，幾分鐘甚至幾十秒。也就是說，在那個年代世界的安全並不是建立在我們彼此信任之上的，而是建立在一套高度自動化的系統之上。機器負責發現威脅，系統呢來判斷威脅的真實性，而命令鏈的任務是把要不要反擊的決定盡快往上送。而人呢，越來越像是在這個鏈條裡的一個節點，而不是最終的掌控者。一旦某個環節出錯，不需要陰謀，不需要惡意，只需要一次誤判，就可能直接把整個世界拖進無法回頭的深淵。1983年9月26日的深夜，彼得羅夫在值班。這一天呢，沒有發生戰鬥，也沒有發生衝突，沒有發生任何異常的事件。從表面上看，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夜班。直到警報突然響起，不是電影裡的那種悠長的警報聲，而是一種非常刺耳、非常直接的提示。屏幕上顯示，系統檢測到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從美國發射。在核預警體系裡這已經是最高級別的警報之一。還沒等它消化完，系統更新第2枚發射，幾秒後是第3枚，接着是第4枚、第5枚。在系統邏輯裡，這已經構成了攻擊序列。也就是說，機器給出的結論是，美國正在對蘇聯發動核打擊。如果按照標準流程彼得羅夫此時只需要做一件事，
那就是按下電話向上級報告，確認遭到核攻擊。之後會發生什麼呢？信息會迅速向上傳遞到更高層的指揮機構，再到總參謀部，再到最高領導層。而這些人只有大約10分鐘左右的時間，決定是否進行核反擊。這裡有一個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殘酷現實，核戰爭的決策邏輯並不是被炸了再還手，而是對方的核彈還在天上飛，你就必須決定要不要打回去。因為如果你等到核彈落地，你的指揮系統、通信網絡、決策中心很可能已經被摧毀。所以核戰略的底層邏輯是寧可錯打也不能被打死。正因為如此一次誤報如果被當真，很可能直接把人類推進無法回頭的深淵。彼得羅夫當時坐在椅子上看着屏幕上的字，後來他說，那一刻他其實並沒有產生我要拯救世界這種想法，他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生理反應，心跳加速，后背發涼，大腦短暫空白。整個房間的人都在看着他，因為他是當班負責人，所有人都在等他開口。而就在這種狀態下，他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個念頭不是完了，而是這不太對。為什麼不太對？第一個原因非常樸素，如果美國真的要發動核戰爭，為什麼只發射5枚導彈？戰略核打擊的常規邏輯是大規模齊射，成百上千枚導彈同時升空，爭取在第一波就摧毀對方的核力量、通信網絡和指揮系統。而5枚導彈更像是某種異常，而不像全面戰爭的開端。那第二種原因呢，是交叉驗證的問題。當時只有衛星系統在報警，地面雷達沒有任何的確認。而按照設計邏輯呢，雷達雖然比衛星要慢一點，但是不至於完全沒有信號。這意味着目前所有戰爭已經開始的結論都來自同一套新的系統。而第三個原因呢，是他對這套系統本身的了解。作為工程背景出身的軍官，他很清楚新系統在早期階段出現誤判並不罕見。他後來回憶說，當時自己對判斷的把握大概是5%對5%的比例，也就是說他非常清楚自己呢無論怎麼選都有1半的概率是錯的。如果他上報這是誤報，而實際上是真的，那麼蘇聯可能錯過反擊窗口，國家會遭受毀滅性打擊。如果他上報確認遭到了核攻擊，而實際上是假的，那麼他親手推動的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核戰爭。這不是對錯題，這是生死題。那換成你坐這個位置，你會怎麼選呢？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按流程走，因為按流程走心理壓力最小。你可以对自己說，我只是執行規定。而彼得羅夫選擇了最痛苦的那条路。他向上級報告，這是系統誤報，建議繼續觀察。注意，他並不是說我確定是假的，而是說我認為這是誤報。那這就意味着他主動承擔了判斷責任。接下來的10幾分鐘裡，是他人生最漫長的10幾分鐘。如果雷達突然出現目標，那就意味着他錯了；如果沒有任何的新信號，那就意味着他賭對了。最終呢，是什麼都没有發生，沒有導彈，沒有爆炸。後來呢，調查發現，那次警報很可能是太陽光在高空雲層上的反射，被衛星紅外傳感器誤識別成了導彈尾焰。也就是說，世界之所以還在，並不是因為系統可靠，而是因為有人在系統失靈時沒有完全服從它。更諷刺的是呢，這件事發生之後，彼得羅夫並沒有被當成英雄，沒有獎章，沒有晉升，反而因為值班記錄填寫不規範等程序問題受到過批評。這件事在蘇聯內部長期被列為機密，直到冷戰結束多年之後，細節才逐漸的被披露出來。2000年代初，俄羅斯方面首次公開承認這次誤報事件的存在。隨後呢，彼得羅夫被邀請到西方國家，接受一些民間機構頒發的和平獎項和榮譽證書。他站在台上，穿着一件並不合身的西裝，看起來更像一位退休的普通工程師，而不是人們想象当中的拯救世界的英雄。那時他已經離開軍隊多年，生活並不富裕，妻子早逝，自己長期與健康問題做鬥爭。2017年，他在莫斯科郊區的公寓中去世，最初甚至沒有引起太多媒體的注意。某種意義上，他的一生和那一晚一樣安靜。
當西方媒體稱他為拯救世界的人時，他本人卻說：“我沒有拯救世界，我只是做了我的工作。”而這個故事真正恐怖的地方，不在於一個人有多偉大，而在於人類曾經把自己的生存托付給了一套必然會出錯的系統。而彼得羅夫只是剛好成為那個沒有按下自動模式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個故事對今天呢是依然成立的。我們現在比1983年更加的依賴系統，金融市場由算法主導，醫療越來越依賴 AI 的輔助診斷，自動駕駛開始上路，軍事系統開始討論引入人工智能決策支持。我們越來越習慣地認為機器更快、更準、更客觀。但是彼得羅夫的故事提醒我們，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機器會不會產生結論，而是人在高壓之下會不會把機器的結論當成現實本身。那天晚上，真正決定命運的並不是警報，而是彼得羅夫有沒有把那行字當成事實。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裡其實也是一樣的。醫生面對一份邊緣指標的檢查報告，工程師發現一個可能存在隱患的系統漏洞，風控人員看到一筆異常交易。你是立刻按流程上報呢，還是先核實？你是把系統當權威，還是把自己當最後一道負責人？彼得羅夫之所以值得被記住，不是因為他是英雄，而是因為他在極端的压力之下做了3件非常反本能的事情。他質疑了系統，他等待交叉驗證，他接受不確定性，並願意為判斷負責。如果今天的我們真的坐在那個位置上，會怎麼辦呢？沒人能保證。但這個故事至少告訴我們一件事，在任何高風險的系統裡，人類最后一道安全閥不是更複雜的算法，而是還有人願意在關鍵時刻慢一秒想一想。這不是拖延，不是逃避，而是清醒地意識到機器給的是結論，人要承擔的是後果。也許這才是彼得羅夫真正留給世界的東西，不是一個英雄傳說，而是一種提醒。在這個越來越自动化的時代，我們不能把做人這件事也外包給系統。1983年9月26日，世界沒有毀滅，不是因為機器或者系統的完美，而是因為一個普通人在關鍵時刻沒有放棄思考。感謝收看《照見歷史》，我們下期繼續關注那些被忽略的歷史瞬間。再見。